清代民间有句俗话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小姐胖丫头。那这句话呢，可谓是老四合院里生活的典型写照。说起北京四合院，有人会想到雍正的雍和宫、和珅的恭王府，还有中国最大的四合院紫禁城。房屋和墙体呢，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起来的生活空间啊，就叫做四合院。我国最早的四合院起源于西周的宫殿建筑，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直到清代，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才基本定型。而如今完整保留下来的四合院仅剩是3000多套。较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呢，是按照院子个数来分类。一套四合院中，南北方向的院子个数啊叫做进，进几个门就叫几进院；而东西方向的院子个数啊叫做跨，分为东跨院和西跨院。一般进院和跨院数量越多啊，代表家族越富贵。像《红楼梦》中地位崇高的贾母住的就是5进院，而大观园呢，也是堪比现代豪宅的私人花园。北京目前较为常见、保存最完好也最受欢迎的四合院是占地面积1到2亩的2进院。我们以标准的3进四合院为例，第1进门啊，也就是正式的大门，一般在院子的东南角，在风水八卦中代表生财的位置，寓意着财源广进。而与正门同侧的第1座房子是倒座房，顾名思义，就是背对着街道倒坐着的房子。一般佣人和外来的客人会安排住进倒座房。四合院的第2进门就叫做垂花门。对于3进院来说，进了垂花门，位于院子正中间的就是男主人的正房了。再往里走，进了第3进门，就能看到四合院的最后一座房子，叫做后罩房。这私密性最好的后罩房啊，就是给家里的女眷居住的。2000年之后，由于城市改造，北京四合院呢被大面积的拆除，如今可交易的私人住宅不足300间，也就是说是总量的10%，而其中保存完好的更是少之又少，大多分布在2环以内的后海、东四和金融街等区域。非居住类的四合院呢，多被学校等事业单位占用，或作为商业用地开发为酒店、民宿和私人会所。而居住类的四合院，除了市面上可交易的部分，剩下的大多呢已沦为破败的大杂院，产权复杂，前世呢也无从考证。另外啊，四合院的产权有很多种，40年、50年和70年不等，有私人住宅和商业用地之分。在购买时一定要调查好产权是否明晰。如今拆迁后，住上高层的老北京人依旧怀念从前的大杂院生活，邻里间家长里短，相互照应。逢年过节呢，就聚在院子里吃饭，你一道菜，我一碗汤。收音机里传来京剧声，孩子们在院子里和猫狗玩闹。能重回四合院一直是他们的向往。由于北京四合院本身的稀有性和2环内的地理位置，全国各地甚至是外国都有对四合院充满热情的买家。这也使得四合院的价格是持续的飙升。虽没有现代豪宅高端舒适的装修设计，但在很多人心中四合院才是真正的中国式豪宅。目前已经出售的估值最贵的北京四合院是位于什刹海鸭儿胡同的临湖四合院亥四合院。2007年，俄罗斯富豪榜排名第8的富豪以1.1亿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占地面积3000平米的四合院。亥四合院呢，用泰国顶级原木做建筑材料，内设游泳池和地下室，现在估值已经超过了15亿元。2008年，某上海地产商以7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鸭儿胡同里的金丝楠木四合院南书房。这座占地400平米四合院曾经是报业办公楼，最终被私有化，以平均每年1000万的房价涨幅计算，如今估值已经上涨了1个亿。杨芳姐姐带大家看过海内外那么多的豪宅，有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有的内涵乾坤，金碧辉煌，各有各的品味格调。而北京四合院独特而稀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庭院生活的自然质朴，则是其他豪宅无法替代的，也是支撑四合院房价一路飙升和保持超高投资回报率的核心原因之一。你是否也喜欢北京四合院呢？加我微信聊聊吧。